现在呢，正是吃大白菜的弟弟小白菜的时候了。今天呢，用一把小白菜加上1碗花生米，这个做法呢，你从来都没有试过，不炒也不炖。整个过程呢是不放一滴食用油的，多吃也不怕胖。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白菜，把白菜叶子坏掉的部分呢给它去掉，然后一片一片的给它们掰开。这个时候的小白菜呢是非常新鲜的，吃上去呢也是比较鲜嫩一些的。再过上一段时间呢，这个白菜就老了。提前在盆中准备适量的清水，在里面加上1勺食用盐，用铲子呢来搅动一下，让盐和水充分的融合到一块，然后把白菜放在盐水中浸泡一下。白菜呢在生长的过程中，这个农药残留物呢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直接用清水去除呢是清洗不干净的。先让它在盐水里面浸泡一会儿。接下来起锅，不放水不放油，把花生米倒入锅中，开中小火来煸炒一下，把花生米炒熟、炒干、炒香。在翻炒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用铲子不停的来搅拌着，这样可以让花生米的8面呢都受了均匀。全程翻炒2分钟左右，炒至花生米在锅中有破皮声。出锅放入盘中来，让其自然晾凉。我们的白菜呢，经过盐水浸泡过以后，它可以去除掉一部分的农药残留，还可以让白菜呢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我们简单的在盆中把白菜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以后放在盘中备用。去小菜园里面挖上1颗胡萝卜，我们先用削皮刀把它的外皮去掉。去完皮的胡萝卜，我们先用刀切掉2头，然后直接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切好以后，我们再切成细丝，再切的短一点的小块，放在盆中。提前在锅里面烧上1锅开水，当水烧开以后，在里面加上1勺食用盐。先用铲子搅拌均匀，让盐和水充分的融合到一块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白菜放入锅中，先把根部放进去，让根部在锅里面先烫炒30秒钟左右，然后再把白菜放在锅中煮一下。用盐来焯水，这个白菜的颜色呢会更加的碧绿好看。在锅中煮至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出锅第一时间放在凉水中，让白菜再次过一下凉水，这样第一呢可以给白菜降温，第二呢可以保留白菜的营养。过凉以后，我们再次捞出，用手攥一下水分，把白菜中多余的水分给它攥出去。沥干水分以后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来切一下，直接把它们切成小碎丁就可以了。等花生米放凉以后呢，它的外皮就可以很轻松的就能搓掉了。我们现在把花生米的外皮全部都给它搓掉。皮去好以后，我们给它倒在漏网里面过筛一下。把外皮去掉以后，直接倒在料理机中，盖上盖子，打成花生碎。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把搅打好的花生倒入盆中，加入白菜、胡萝卜，加上1勺食用盐来调味，1勺十三香，2勺的黑芝麻，打上2颗不笨的鸡蛋，用筷子先顺时针搅和均匀，让所有的菜呢都均匀的沾裹上一层蛋液。然后在里面加上1勺的低筋面粉，1勺玉米面粉。冬天呢一定要多食用一些玉米面，粗粮呢更加健康。最后加上1勺的土豆淀粉，再次用筷子给它们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我们观察它的稠细度，只要能成型就可以了。如果还是感觉有点稀的话，可以再加上一些面粉。最后呢，我们用手戴上手套，给它们揉均匀，揉成一个团子。
揉好以后呢，单手蘸面粉防止粘连，然后取出适量的菜团，用虎口收拢法给它收成一个窝头的形状。这个窝头的大小呢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。做好以后放在蒸锅里，我们依次把剩下的全部都做完。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简单的。全部做完以后，我们直接盖上盖子，然后选择速蒸模式，计时10分钟就可以了。准备几瓣大蒜和干辣椒，我们来给它研磨，直接放在料理机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尽全力呢给它们打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调上一个料汁，加上一些的芝麻油增香，加上1大勺的香醋，半勺的生抽酱油，半勺的蒸鱼豉油。最后呢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呢，我们的料汁就调拌好了。趁着蒸制的时间呢，我们准备1颗鸡蛋，然后用叉子给它们碾碎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调拌好的料汁浇进来，再次拌匀，让它腌制5分钟左右。这样我们的蒜泥鸡蛋料汁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我们的白菜窝窝呢已经蒸好了，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像这样给它摆入盘中，然后再把我们调拌好的鸡蛋蒜泥汁浇上来。不喜欢这样吃的话，也可以蘸着蒜泥鸡蛋汁来吃。非常好吃的白菜窝头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窝头呢是非常营养又健康的，有菜有蛋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。里面还添加了花生米，尤其是花生米经过炒制以后，它的味道呢会更加的香。我们可以当做主食来吃，也可以当做菜品来吃。它最后的灵魂呢，也就是这个蒜泥的鸡蛋汁了，搭配在一块呢是非常过瘾的。关键是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上锅蒸制10分钟就熟透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那就赶快来试试吧。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点我的头像还能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